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耗资巨大的工程。本来说好要盖得漂漂亮亮，结果却半途而废，变成昂贵的废墟。这些工程有的花了数百亿甚至千亿美金，却因为各种奇葩原因被放弃，堪称钱烧的最多的失败案例。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会在我的社区分享我的 YouTube 第一笔收入的捐款条，大家记得看到最后，总结区有彩蛋，记得订阅加点赞，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支持一波。现在我带你看看这些天价烂尾的故事，准备好了吗？走吧。第10名，柳京酒店。话说1987年，朝鲜雄心勃勃，想盖一座超级牛的酒店，名字叫柳京酒店，设计的像个闪闪发光的金字塔，高330米，105层，里面要塞近3000间客房，还有5间旋转餐厅，360度看平壤夜景，超炫炮。目标是打败所有酒店，成为世界最高地标，展现朝鲜的威风。这酒店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光外墙就是玻璃幕墙，闪亮亮像个巨大钻石，105层楼高，站在顶楼感觉可以跟星星 say hi。 里面除了客房，还有会议中心、赌场、夜总会，简直是个平壤版拉斯维加斯，规模大到你会觉得朝鲜是打算请全世界的人来开趴吧。这气势活脱脱是建筑界的钢铁人，只是少了盔甲的帅气。柳京酒店从1987年开始盖，砸了7.5亿美金，约台币225亿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差不多可以买下台北一半的豪宅，或是请全台湾吃一轮鼎泰丰小笼包。这笔钱本来想让平壤变成观光热点，结果却像丢进黑洞，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好，重点来了。1992年，朝鲜经济突然大崩盘，盖到一半的柳京酒店直接按暂停键，没钱、没建材、没工人，工地瞬间变鬼城。7.5亿美金花下去，连窗户玻璃都没装上，外墙还是光秃秃的混凝土，像个没化妆的大楼站在那尴尬。更惨的是，朝鲜后来还因为政治原因不敢继续盖，怕被笑钱多烧手。如今柳京酒店还是个空壳，站在平壤市中心，像个巨大的朝鲜金字塔，不过没古迹那种神秘感。最近几年，朝鲜在外面装了 LED 灯，晚上会亮晶晶放点宣传影片，假装自己很潮，但里面呢，空空如也，连只蟑螂都不敢住。听说2025年可能有计划重启建设，但这难度感觉比考台大还难了。第9名，华南中国购物中心。2005年，东莞的开发商豪气冲天，决定盖一座超狂的购物中心，名字叫华南中国购物中心，目标是成为世界第3大商场。他们想把这地方打造成购物、娱乐、旅游一条龙的天堂，吸引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游客来血拼。里面不只要有商店，还要塞进10个主题公园、海洋馆、IMAX 电影院，简直是买东西顺便玩乐园的概念。这野心，感觉就像你开间小吃店，却打算顺便卖火箭去火星，妥妥的割韭菜神器。这商场占地89.2万平方米，差不多是台北101的8倍大，里面有2350家商店，逛一圈可能要走断腿。设计超浮夸，有仿巴黎凯旋门、意大利运河，连美国白宫的缩小版都搬来了，像个世界名胜大杂烩。光停车场就能停2万辆车，感觉全东莞的车都塞得下。华南中国购物中心从规划到建成砸了13亿美金，约台币390亿元，这钱在2005年可是大手笔，差不多可以盖好几座台北101，或是买下全台湾的珍奶店。开发商本来想靠这商场让东莞变成购物圣地，结果钱花完后才发现，哎呀，客人跑哪去了？重点来了，2005年开业后，开发商才发现大事不妙。这商场盖在东莞郊区，离广州、深圳都超远，当地人又没那么强的消费力。结果呢，商店空荡荡，主题公园没人玩，连海洋馆的鱼都游得快喊。哎呀呀，
我好无聊。2008年金融危机一波冲击，商场直接积寂，变成中国最大的鬼城贸。到了今年，华南中国购物中心还是半死不活。虽然有些区域重新招商，开了几家店，但大部分地方还是空空如也，活像个科幻片里的废墟。网上很多人跑去拍废墟探险影片，变成了另类的网红打卡点。听说有几家店还在苦撑，但生意差到店员都开始玩手机斗地主了。这商场现在等着有人来把它救活。哎，你说如果搬到台北西门町，会不会早就爆满了？第8名，雷阿尔城中央机场。2000年代初，西班牙人雄心壮志，决定在雷阿尔城盖一座中央机场，目标是当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之间的交通大枢纽，帮忙分担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的压力。计划超狂，每年要处理1900万名乘客，还要接送国际航班，带动当地经济，变成旅游和物流的超级中心。这机场可不是小打小闹，跑道长3600米，能让波音747这种大飞机轻松起降。航站楼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设计的超现代，玻璃幕墙闪闪发光，活像个科幻片场景。停车场能停5000辆车，旁边还有高铁站，准备无缝接驳，规模大到你会觉得这是个航空主题乐园。只是少了游客这块门票。雷阿尔城中央机场从规划到建成砸了13亿美金，约台币390亿元，外加送你几座伯纳乌球场。这笔钱本来想让雷阿尔城变成西班牙的航空明星，结果钱花完后才发现，飞机跑哪去了？这13亿感觉就像买了张 VIP 机票，结果飞机直接飞去火星了。重头戏来了，这么酷的机场为啥变烂尾？2009年机场开幕时，西班牙正好被2008年金融危机狠狠揍了一拳，经济崩得像泡面碎了一地。雷阿尔城这地方又偏，离马德里和主要城市太远，游客和航空公司根本不想来。结果呢，每天飞的航班少得可怜，航站楼空荡荡，连清洁阿姨都闲到刷 Facebook， 因为当时没有抖音。2012年，机场直接关门，13亿美金的投资秒变西班牙最贵的停车场。到今天，雷阿尔城中央机场还是个大废墟，跑道上长满杂草，航站楼玻璃都蒙尘了，像个末日电影场景。不过他找到了一点新用途。2019年，西班牙公司 Jet Aircraft Services 在这设了个飞机拆解基地，专门拆旧飞机。疫情期间还当过飞机停放场，帮航空公司存退休飞机。但作为机场，完全没戏，只能当成是飞机养老院。第7名，巴丹核电站。1970年代，菲律宾电力短缺的像台北，夏天没冷气，惨兮兮。于是政府决定盖一座巴丹核电站，目标是生产620兆瓦的电力，购电量半个马尼拉。这可是菲律宾史上第一个核电项目，雄心勃勃，想让全国人民用上稳定电，还能省下烧煤烧油的钱。计划听起来超威，感觉就像你想在家里装个太阳能发电机，从此电费归零，爽到飞天。巴丹核电站选在吕宋岛的巴丹半岛，占地3.57平方公里，旁边就是南中国海。电站核心是个620兆瓦的压水式反应堆，设计参考美国核电技术，安全标准号称顶尖。整个工程还包括员工宿舍、控制中心、防辐射设施。巴丹核电站从1976年开建到1984年完工，砸了超过23亿美金，约台币690亿元的天价。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小数目。本来想让菲律宾电力无忧，结果却像买了张超级乐透，号码全错一个没中。23亿啊，兄弟，这钱拿去盖几百座风力发电厂都够了，偏偏全砸在这。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把全球吓得皮皮挫，大家开始怕核电像怕鬼。巴丹核电站虽然盖到99%，但1984年完工时，正赶上菲律宾政治大乱，
马克思政权被推翻，新政府直接喊停，原因是三里岛的阴影，加上有人质疑电站安全性和贪腐问题。结果呢，23亿美金的电站连一次电都没发，直接被封存，变成核能界的超级摆设。到了今年，巴丹核电站还是个大废墟，反应堆安静得像睡着了，厂房里连蜘蛛网都懒得结。菲律宾政府把它改成旅游景点，开放游客参观，号称核能博物馆，还能看到控制室和反应堆模型，票价大概200披索，约台币100元。网上很多人跑去拍影片，成了废核电站界的网红。第6名，维吉尔 C 萨默核电站，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 Virgil C Summer Nuclear Station。在2008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电力公司 South Carolina Electric 与 Gas 和 Santee Cooper 大手一挥，决定在萨默核电站扩建2座1100兆瓦的西屋 AP1000 核反应堆 Unit 2和 Unit 3，目标是增加电力供应，满足南卡州未来几十年的用电需求，还要当核能复兴的先锋，让美国核电重振雄风。萨默核电站位在南卡州 Jenkinsville， 占地约492英亩，约2平方公里，旁边还有 Monticello 水库提供冷却水。扩建的2座 AP1000 反应堆，每座能发1100兆瓦电，够供应100万户家庭。工地盖了7层楼高的模块组装大楼，还建了2座混凝土厂，专门24小时浇灌核导地基。光是 Unit 2的 CA01 模块就重达数百吨，号称超级模块，得用巨型起重机吊装。萨默核电站的扩建从2008年规划到2017年停工，砸了超过25亿美金，约台币750亿元。还有资料说是90亿，但我们用更保守的估算，当初预算只有18亿美金，但成本像滚雪球一样爆表，最后连电力公司都喊烧钱，烧到心痛。这妖牛的核电站为啥变烂尾了呢？2008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电力公司和 Santee Cooper 找了西屋 Westinghouse 来盖这2座反应堆，号称用最新 AP1000 技术，安全又高效。结果呢，2013年开工后，麻烦像真奶里的珍珠一样冒不停，模块制造错误，施工进度落后，监管问题一堆，成本从18亿飙到25亿。2017年，西屋直接宣布破产，电力公司一看账本，吓得腿软，7月31日直接喊停，工地瞬间变废墟。这就像你花大钱请5星级厨师做满汉全席，结果厨师跑路，厨房还爆炸了。第5名，阿布贾轻轨。1997年，尼日利亚政府看到阿布贾交通塞到像台北早高峰，决定盖一座阿布贾轻轨，目标是解决首都和卫星城的交通大乱斗。计划超狂，全长290公里，6个阶段，6条线路串联市中心、机场和郊区，预计每天载客39.6万人。2030年更要冲到83万。这轻轨不只要缓解塞车，还要刺激经济，吸引投资，让阿布贾变成非洲的交通明星。阿布贾轻轨第1期工程全长45.2公里，包含2条线路，蓝线17.89公里，串联市中心到布埃圭和卡布韦和黄线27.2公里，连到机场。总共有12个车站，13座铁路桥，9座行人天桥，还有50个涵洞。车站设计得很现代，有空调候车室，列车用的是中国制的标准轨距车厢，每列可载300人。整个网络规划290公里，覆盖19个社区。阿布贾轻轨第1期在2007年签合同，耗资8.24亿美金，约台币795亿元，加上后续维护和16列列车的194亿美金贷款，总计砸了约203亿美金，差不多可以买下半个杜拜塔，或是请全台湾吃一轮海底捞。更夸张的是，60%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的，20年期2.5%利息，2020年3月就开始还款了。但在2007年，中国土木工程集团 CSEC 接手第1期，2018年7月好不容易通车，总统布哈里还亲自剪彩，喊着这是政府兑现承诺的证明。结果呢
2020年初，新冠疫情一波重击，客流量直接归零，服务暂停。更惨的是，停运后没人管，车站被小偷洗劫，电缆、空调、轨道螺丝全被偷光，活像个铁路废墟超市。加上管理混乱，地铁站盖在偏僻地段，民众觉得票价贵又不方便，压根不想搭。这就像你花大钱办了个豪华演唱会，结果场地选在山上，还忘了卖票。现在的阿布贾轻轨还是半死不活。2024年5月，总统提努布重启第1期，宣布到年底前免费搭乘，试图救活这鬼火车。但车站还是破烂，轨道长满杂草，活像个末日片场景。第4名，超导超级对撞机。198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们雄心勃勃，决定在德州沃克斯哈奇盖一座超导超级对撞机，昵称 Desert Run， 翻译成中文是沙漠神器。这玩意儿是个超级粒子加速器，目标是把质子加速到20兆电子伏特，总碰撞能量40兆电子伏特，专门用来找传说中的希格斯玻色子，也就是让万物有质量的上帝粒子。找到它，就能破解宇宙如何诞生的谜团，还可能发现超对称粒子或暗物质，是不是超厉害？超导超级对撞机规划了一个周长87.1公里的地下环形隧道，面积堪比东京23区，藏在地下70米深处。里面要装1万个超导电磁铁，每个17米长，总重4.15万吨，用200万升液态氦冷却，保持超低温，让磁铁超导。隧道绕着沃克斯哈奇画个大圈，经过巴尔多湖和 Onion Creek， 旁边还有注数器和实验大厅，准备让质子以光速对撞，炸出宇宙的秘密，超夸张。超导超级对撞机从1987年开建，原本预算44亿美金，但到1993年停工时，成本飙到84亿美金，约台币2520亿元，但有资料说高达110亿美金。这笔钱差不多可以买下半个 NASA。 更扯的是，德州政府还掏了4亿美金，外加印度承诺5000万美金，但其他国家像日本、欧洲都没给钱，害美国自己扛大头。1987年，项目得到里根总统和国会议员 Jim Wright 力挺，信心满满开工。但麻烦一大堆，设计风险高，超导磁铁技术不成熟，施工进度落后，预算从44亿飙到110亿。1993年，克林顿上台，冷战结束，国会觉得花这钱不如修桥铺路，加上 NASA 的国际空间站也在抢预算，研究非粒子物理学家的批评者跳出来说，这钱拿去干嘛？不如给我搞生物研究。结果1993年10月21日，国会一刀砍断经费，项目直接击寂，22.5公里隧道和17根柱子瞬间变废墟。更惨的是，欧洲的 CERN 趁机崛起，2012年在 LHC 找到希格斯玻色子，还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宣布，简直是打脸界的奥斯卡。到了今天，超导超级对撞机的遗址还是个大废墟，隧道被地下水淹没，活像个地下迷宫。2012年，化学公司 Magna Blend 买下这块地，改成化学品仓库，彻底告别科学梦。第3名，迪拜世界群岛。2003年，杜拜统治者谢赫·穆罕默德脑洞大开，喊着要在波斯湾盖一座世界群岛，由300个人造岛组成，拼成一张世界地图。目标是吸引全球富豪来买岛，盖豪宅、度假村、酒店，变身海上乌托邦。每个岛代表一个国家或地标，像英国、纽约、巴西，甚至珠穆朗玛峰，买下就能当岛主，多拉风。世界群岛站第6公里乘9公里，包含300个岛，面积从1.4到4.2公顷不等。岛间距100米，全靠船或直升机往来。开发商 Nakio Properties 用321亿立方米沙子和386亿吨岩石，从波斯湾挖沙填海，围了个27公里的椭圆形防波堤，保护这些迷你大陆。岛群分成7大区，代表非洲、亚洲、欧洲、北美、南美、澳洲和南极洲，设计的像从太空看地球的地图，超炫。还有4个交通枢纽规划，靠水路连通，准备盖豪宅、酒店、商场，活像个海上拉斯维加斯。
世界群岛从2003年开建到2008年停工，砸了140亿美元，约台币4200亿元。这笔钱差不多可以买下整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舰队。更夸张的是，60%的岛在2008年前卖给了私人买家，单岛价格从700万美元到1.8亿美元不等。但钱花完后，岛上啥也没干，像丢了1吨重的石头去海里，但一点水花都没溅起一样。2003年开工时，杜拜地产像坐火箭，富豪抢着买岛 ，Nakheel 号称70%岛已售出。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像颗核弹，杜拜地产崩盘，房价狂跌40%，Nakheel 母公司杜拜世界背了250亿美元债务，项目直接按暂停键。买岛的富豪发现岛上没电、没水、没路，盖房得自备发电机和水管。加上2010年传出岛屿沉回海里的谣言，虽被 Nakheel 否认，但 NASA 证实棕榈岛有下沉迹象，投资者吓得跑光光。结果300个岛只有黎巴嫩岛在2012年盖了个 Royal Island Beach Club， 剩下全是光秃秃的沙堆。更惨的是，很多人觉得住这跟住美国郊区没两样，毫无吸引力。Reddit 上还酸说，有钱谁想住这？还不如去瑞士阿尔卑斯。世界群岛还是鬼城本色，大多岛屿空荡荡，沙滩被海浪冲得乱七八糟，活像个海上废墟乐园。不过有几亮点，2022年1月，南美洲区的 Anantara World Islands Dubai Resort 开张，79间房、别墅、私人沙滩，主打奢华岛屿体验，号称杜拜天际线最佳观景点。黎巴嫩岛的 Royal Island Beach Club 还在营业，可办派对、婚礼，游客能搭15分钟船从棕榈岛过去。最猛的是欧洲之星 The Heart of Europe 项目，由 Kleindienst 集团推动，盖了6个岛，有酒店、浮动别墅，甚至人工雨雪街，号称2026年完工。第2名，尤卡山核废料储存库。1978年，美国能源部眼看核电厂和军方核武计划产生的高放射性废料越堆越多，决定盖一座尤卡山核废料储存库，目标是把这些危险废料埋在地下约300米的地方，隔离10万年以上，保护环境和人类安全。选址在内华达州奈县的尤卡山，离拉斯维加斯130公里，旁边就是内华达试验场、核弹试爆地。1987年，核废料政策法指定尤卡山为全美唯一长期地质储存库。2002年，国会正式拍板。这计划超狂，号称要当核废料的诺亚方舟，让美国核电和军工废料有家可归。尤卡山核废料储存库占地约230平方公里，核心是个地下隧道网络，深300米，横跨5公里，设计能存7万吨核废料。隧道用抗腐蚀金属罐密封废料，周围是火山凝灰岩，号称能挡辐射。工程还包括地面设施、铁路、通风系统、监控设备等。美国能源部从1978年起钻了数百个钻孔，挖了个25英尺宽的试验隧道，装了6000个测量仪，研究山体对热量和水的反应。尤卡山项目从1978年研究到2010年停工，砸了380亿美金，约台币1.14兆。更夸张的是，核电用户从1980年代起交了443亿美元的核废料基金，至今还赚了14亿利息，但全白烧了。一开始，尤卡山看似完美，地处沙漠，人烟稀少，地质稳定，但麻烦来了。首先，地质问题。尤卡山是地震和火山活跃区，地下水流到阿马尔沟涩谷可能污染水源。西方肖肖尼族 Western Shoshone 更抗议，称尤卡山是他们的圣地 New Segovia， 不能当核废料垃圾场。其次，政治风暴，内华达州居民和政客强烈反对，怕影响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 Nellis 空军基地。2002年，国会虽通过项目，但2010年奥巴马政府砍掉预算。2011年国会正式终止拨款，理由是没州民同意和技术风险。特朗普在2018年至2019年想重启，喊了1.67亿预算，但国会不买账。2021年，拜登能源部长 Granholm 明确说，尤卡山没戏。结果380亿砸下去，
隧道空荡荡，成了核废料的未解之谜。到了今天，有卡山核废料储存库还是个大废墟，隧道被封，入口像科幻片里的废弃基地。2024年4月，共和党议员 Cathy McMorris Rodgers 在听证会喊着重启有卡山，称它是技术上成功的计划，但内华达民主党议员 Dina Titus 火力全开，推核废料知情同意法，要求州和部落同意才能建。西方消消尼族仍在抗议，强调有卡山是神圣蛇山，不能亵渎。美国至今没长期核废料储存方案，7万吨废料还堆在76个核电厂，装在临时钢筋混凝土桶里。这地方现在像个核废料的纪念碑，争议比辐射还持久。第1名，森林之城。2014年，中国房企巨头碧桂园联合柔佛人民基建集团，豪掷1000亿美金，喊着要在马来西亚柔佛州伊斯干达公主城盖一座森林之城。这计划超狂，目标是建一个30平方公里的绿色智慧城市，融合高科技、生态环保、旅游度假、国际教育，还要在新加坡旁边抢生意，吸引70万居民入住，变身东盟经济新星。森林之城由4个人造岛组成，占地3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台北市的1/9，里面规划了高楼住宅、别墅、购物中心、国际学校、高尔夫球场、垂直绿化墙、空中花园，连建筑外墙都要种满植物，活像个绿野仙踪版的未来城。核心亮点是8平方公里的高尔夫生态度假区，由世界级建筑事务所 Sasaki 操刀，号称垂直绿化生态之城。还有深水码头免税区，准备当金融科技和旅游中心，这规模简直是地产界的阿凡达，只是少了蓝色小精灵的热闹。森林之城从2015年开建，砸了1000亿美金，约台币3兆，这笔钱堪称天文数字，可以盖100座台北101。碧桂园本来想靠这项目赚翻，吸引中国和东南亚的有钱人来买房投资，结果钱花下去才发现，买家跑哪去了？这家伙花了1000亿美金，本来想当生态智慧新城，结果却成了全球最豪华的鬼城。一开始，碧桂园主打中国买家，标榜离新加坡17公里，住马来西亚赚新加坡钱的梦幻生活。结果2017年，中国政府限制资本外流，中国买家瞬间缩手，东南亚买家又嫌房价贵，一套房动辄100万令吉，普通马来西亚人根本买不起。接着2020年新冠疫情重击，旅游业归零，建设进度大停摆，入住率惨到只有2000人，大概是预期70万的3%，大多还是碧桂园员工和国际学校家属。加上马来西亚政治危机和环保争议，项目直接激寂，空荡荡的高楼被 BBC 和纽约时报称为鬼城。更惨的是，碧桂园深陷债务危机，2023年还被媒体爆料业主停工贷款，雪上加霜。如今森林之城还是鬼城本色，高楼林立却人烟稀少，道路荒废，绿化墙都快变野草墙了。不过2024年有转机，马来西亚政府把森林之城列为首个免税特区，吸引金融科技和全球企业。柔佛苏丹还亲自推动，喊着要把它纳入大湾区计划，跟新加坡合作开发。2024年7月，搜狐报道说，这全球最大烂尾盘可能翻身，因为柔佛州宣布要开放多个区域，设为免税和免签特区，而且这森林之城是首个开放。这10大烂尾工程，每一个都承载过无数人的梦想和期望，但最后却因为各种原因成了天价废墟。但你们是否忽略了，世界上还有一群儿童，他们深受癌症的影响和折磨，那种痛可能我们一世人都感觉不到。我在想，为什么富豪们有那么多钱，却不救这些儿童呢？影片的右手边有儿童捐款按钮，大家可以帮个忙，救他们吗？这捐款项目是 YouTube 认证而推出的，欢迎大家深究。这些项目提醒我们，再大的野心也得有靠谱的规划和执行才行。大家觉得哪个项目最可惜？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以下是我猜你们喜欢的内容影片，你喜欢哪一个就点来看看，反正不花你的钱。记得订阅加点赞，我们下期见，拜拜。